着湄公河航行，沿途的风光明媚，看到了河边的乡村的景致呢，都让人心醉，心旷神怡。我们现在来到了目的地是帕武千佛洞，坐落于湄公河与南乌河汇流处的悬崖之上。它是一个天然的石灰岩洞，总共分成上下两个石窟，分别是塔丁石窟跟塔蓬石窟。数世纪以来，两座的石窟陈列着数以千计的佛像。帕武千佛洞对于辽国人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地方，因为每逢辽国的新年，这里都被朝圣者挤得水泄不通。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没有真的是千佛哦？哇，我常讲哦，前面一直在讲哦，宗教是一种你信则有，你不信则没有的东西。但宗教迷人之处，创造了1000年以来人们对于宗教的膜拜，塑造出各式各样奇特的建筑。我们来到了千佛洞，天然的钟乳石洞，你要爬100多个阶梯才能来到洞里面。塔丁石窟内的佛像是由龙坡邦的人从400多年前就开始放进来了，细霸归当啊！哇塞，真久啊！光是我们在台湾很多的古迹啊，都大概不到100年就已经快列为1级古迹了。你看看400多年了，我的妈呀，真久哦！你说呢？400多年前就开始放佛，佛就居住在此。所以说啦，在辽国人的眼里，这里很自然的就变成了什么神仙的居所。因此，从400多年前龙坡邦的居民开始放作供奉的佛陀的地方以来，洞内呢陈列了3000多尊大大小小的佛像。那这个重点呢，让我们来到了这一个帕武千佛洞。而龙坡邦14世纪是澜沧王朝的首都，历代国王的居所。在这个宛若世外桃源的幽静河谷当中，生活步调非常的清幽，甚至小镇里有着法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别墅跟佛寺啊，大部分的居民呢在这里面生活着因为曾经被法国殖民过嘛目前有5万居民的龙坡邦呢，就住在这个地方。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列明的1031个杰出的普世价值地点，就在龙坡邦其中一个。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块金字招牌，现在世界各国呢，真的抢着来啊！一进来之后呢，你知道这个地方呢，就犹如镀金了一样基本上就变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观光客呢朝圣的地方了。
那唐宋时期的辽国是五个王朝的一部分哈，应该是说呢，有一个国民跟中国朝代一样，被称为叫万象之国那被称为人间香格里拉的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辽国先从辽国的国民讲起吧。辽国的全名呢，我们前面都没有特别介绍叫做辽国人民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古代的汉籍当中，出镜率还是很高的中国各个朝代将这个朝贡国称为什么？叫做南掌、澜沧、辽国、老抓、老鸭、老扎等等都有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台湾称为叫做辽国其实在其他东南亚地区呢叫做老国不一样念的不一样那现在的翻译名称呢也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还是把它翻译叫做辽国感觉比较熟悉一点我们看看辽国是中南半岛上唯一的内陆国家，周围有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历代的都城成为这三国侵略的对象。唐宋时，辽国是吴哥王朝的一部分。元朝时期，大概在1353年左右，当地的土著法昂统一各部落，建立的一个南掌王国，就把它称为叫做澜沧王朝。这个地方是辽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它的领土与云南的12版图叫做什么？现在的西双版纳是一样的。到了明朝的永乐时间，像中国的朝贡明成祖在这边建立了辽国军民宣慰司使，授权南掌国王土司的官职。土司你也知道，就是管理者，在我们去张家界的时候都可以听得到土司不是小胖那明朝记载的成祖即位，辽国土官刀县共万物，辽国的军民呢，当时呢也就跟着记载里面呢，也就跟着了中国历史上有相当大的关系。民间的一个传说，民间的一个故事，有点像是济公一样的一种传奇故事。真的啊，还很年轻上来才知道年轻真好那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呢，还真的觉得老了真好现在呢，因为老懵老可以搏头刀哇，不是这样是有时候老了之后呢，才会有智慧嘛所以我常讲嘛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大哥大姐们呢出来，有时候呢在国外的团体有时候看到其他的旅游团看到很多大哥大姐很容易生气，哎呦，我的心里面都在想哇，你讲到这类会手你懂得你的忍耐度、你的耐受度、你的修养教养，应该都好过于年轻人才对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别那么生气有时候看到呢，还很欣慰欣慰台湾人游世界的每一个大哥大姐呢，哇塞，天哪真的是一等一的。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明中时期的澜沧王朝分裂成3个王国那当然呢它的历史当中呢有很多的跟中国相关的历史它也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呢，不断的在中南半岛上呢能够被抢就被抢所以在辽国的万象昭阿努公园可以看到最有名的昭阿努雕像非常有名的昭阿努雕像那辽国最伟大的国王就是昭阿努当时呢在17世纪呢，为了寻求呢自己的自由，反抗争取辽国从暹罗跟缅甸的控制之下独立呢，初期的辽国军民呢赶走了暹罗驻军，但是呢昭阿努的军队呢到后来呢经过几次的革命之后呢曾经也向越南阮朝援助，那还是失败所以呢，他是辽国的革命英雄1893年，法国殖民的越南、辽国3国主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1945年，日本占领
结束时曾短暂独立过辽国，但不久又恢复让法国的统治。1949年之后呢，获得了自治。1953年成为3个国家统一为自立的辽王国。此后在美苏争霸之下，辽国的内战爆发了。巴特辽与辽王国双方打打停停，持续了22年。这种内战打打停停呢，我告诉你，损伤最多的都是人民啊。最终在1975年的12月份，巴特辽占领了万象，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国王西沙旺瓦达纳宣布退位，辽国从此废除了君主制度，成立了社会主义的辽国人民民主共和国，并跟越南结盟，形成了特殊的国交关系。辽国的境内大部分都是山地，大部分都是丘陵，东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山地丘陵占了辽国规个全国的面积70%，上辽北部的辽国地势上悬，有东南亚屋脊之称。川矿高原号称辽国屋脊，湄公河自北而南贯穿全国，成为最大的河流。所以我们一路就沿着湄公河看了辽国很多的很多的风景。所以辽国、东协十国这些国家的经济、这些国家的文化，不断的在台湾以外的国家呢飞黄腾达发展。几乎只要关注国际社会新闻的国家们呢，基本上对于辽国已经不再陌生了。辽国现在正急起直追，你知道吗？你到了这些东协国家之后，你会发现到新一代的8年级的所谓8年级就是民国80几年以后的年轻人呢，男女女踏上这一块土地，正在开创着他们自己的未来。为什么？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如果你不踏出国际社会抢得一口饭，你将会被这个世界淘汰掉。所以呢，他们有如哥伦布的航海家的精神一样，到世界各国开疆辟土。但是再度前往的已经不再是欧美先进等国家，而是前往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因为这里是开发中，所以它有无限的商机，有无限的可能。所以他们来到这边，各个年纪轻轻，每个身怀武功，各个年纪轻轻，每一个呢赚的钱呢超过他自己本国国家的薪水。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呢，无一不踏上了这一些东协十国当中去探究他们的未来。但是世界各国都在开创了哥伦布，都在当哥伦布，航向未知的世界。探险原本就是辛苦的一条路但是呢，他们为了自己的将来，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真的，你现在到世界各国去，你会看到的这一幕，很多东南亚、东北亚，就是我们邻近的韩国、日本等等呢，在各个国家开疆辟土，包括中国大陆都在各个国家开疆辟土，而且都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不会辛苦，不会辛劳，他们离开自己舒适的家里面，来到外地，就是为了打造下一个未来所以每讲到东协国家的时候，我就会借由节目，希望不管是中老年人看到也好，可以告诉年轻的一辈也好，必须要告诉所有的你身边的人，什么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成功一定靠努力如果你老是喜欢在舒适安逸的生活当中，那你很难有下一个春天国家很难有下一个未来。
几百很长，我们养给我们磨，我这在下面有个铁锅，把这个套在铁锅上，然后米呢，糯米放在这边，然后这个糯米呢其实是泡过水的糯米。你问他几岁？我告诉你哦，我感觉哈，到世界各国哈去看呢菜市啊哈，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啊。不止趣味，佫会使得到真侪收获。尤其是哈来到这个无相共款农业的国家，你甲看这虾啊，这虾啊是对这个湄公河活起来哈。今天啊，咱今天下再行是早市哦，早市啊，所以觉得呢？你觉得呢？各式各样的食物有没有东南亚式的？又是另外一种看法哈。这个是什么？他们喜欢用这个叶子啊来包糯米饭啊，然后有的糯米饭是甜的啊，这个在东南亚非常常见哦。但是要亲自看它包哦，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啊。所以呢，你看看我们今天一大早啊来到扎旗，刚起一大早我也不晓得啊，但是呢就可以知道，你看这是他们当地在吃的东西哈，然后取自于非常环保的叶子，有无？用这些包哈，非常的环保哈。你看 keto 啊，痛起来的喝啊，这个是在吃什么啊？是不是里面有一只蚂蚁啊？每个寺庙拜的东西不一样啊，它叫做西瓜塔，外形圆圆胖胖的，像西瓜一样哦，不是拜西瓜哦。建在15世纪，这里原来是龙坡邦最古老的寺庙哦。不过目前你所看到的是19世纪焚烧毁坏之后重建的。这里面最有名的景点，也就是外形圆圆胖胖的莲花塔哦，也这样就被称为像西瓜塔一样啊。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寺庙哦。
相通市从天垂到地的建成屋檐，相通市的美丽，让你来到这边亲自感受看看啊！我一直推展着辽国文化缅甸之旅，不是我是这个地方的代言人哦，而是我觉得其实世界各国都有它的特色啊，非常值得我们来旅游哦。我真的觉得不应该用价格来去衡量一个旅游哦，用价格来去决定要不要去这个旅游，因为人生其实我相信想要去旅游的人都是想要或是对于自己的心灵需求有非常大强烈的需求，想要了解内心的丰富，你才会藉由旅游来让自己呢心满意足，开阔眼界，来让自己增广见闻，来让自己梦想成真。所以我常觉得旅游不应该只是用价钱来去衡量这一切，用价钱来去看通这一切，用价钱来去取决这一切，必须要懂得去 enjoy 享受在旅游的带给你的乐趣当中。龙坡邦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真的，你若爱旅游的人，世界各国还没行过的人，会使来这行看卖。虽然这落后，但是这么进步 ，GDP 的成长值7%，连台湾都还比不上，是吧？所以虽然它落后，但是它正在发展；虽然它落后，它有很强烈的人文特质跟美丽的风景等待着你来。相通市几乎垂到地板的屋檐，从刚刚看到了金色的图腾的装点，龙坡邦结婚旅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来到这里有465年的历史，辽国境内目前留下唯一最古老、最完整的寺庙，在当地的国内寺庙的建筑地位也是最高的，极具历史与建筑价值。建在1560年，当时的国王下令建造，建好之后，就迁到永贞去了，变成了龙坡邦作为都城时留下的最后一座建筑。加上除了相通市之外，已经找不到了龙坡邦作为都城时的相关建筑，所以别具意义哦。相通市值得一看呢，真的不只有建筑外观，寺庙后方的墙面利用大量马赛克玻璃彩绘拼贴出来的生命之树，也变成了许多人旅游的最佳背景。生命之树也有很多的解读，有人说它就像书出自天堂与人间的样貌。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个相通市呢？但可以证明的是，辽国跟相通市是画上等号的哦。这个就是生命之树，有没有看到生命之树哦？
304啊，怎么听起来好像数字304啊？看有没有又看到了在化缘啊，又看到了在化缘了。这是一个在辽国跟缅甸非常非常可以见到非常频繁的一个景色。慢慢的，它有一点商业化了因为特殊发展商业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非常多的非常多的观光客对这一点呢充满了觉得很奇妙这种小乘佛教的方式所以呢，他们呢慢慢的有一点变成了变成了商业化注意看看，大和尚、小和尚都有，他们丢什么有没有你看一个一个来有的放钱有的呢给什么有的给吃的啦，每一个人大包小包的有个放一口饭你看看像不像已经像观光业了已经像观光业了在这两个国家呢，这样子的模式呢到处可见，但是呢，我们讲真的别小看了这些人，他们各式各样的因素都有，来出家的。有没有？啃一瓜崩他们呢会把化缘回来的东西呢一起分享回去如果有老师傅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傅道德比较高的道行比较高的，他们回去会先把东西呢放着然后在彼此之间来分享这一些食物，所以在某个程度来讲呢，也是有一点道德文化的传承了。这个也就是小乘佛教。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呢，你刚刚看有一些和尚呢，你行到上尾的时阵呢，伊把物件牵出来，那不是把这牵出来这个叫做反化缘很多也没有去当和尚，但是呢，也是比较穷的小朋友呢，没有食物吃，跪在地上，和尚反而会将他化缘的东西呢，反化缘回去给那些穷苦的人们所以呢，和尚人也很好，会把自己的钵里面的食物分给小孩子。哇塞，听到这边呢，我都快哭了这样子的人民，这样子的生活，在现今功利社会的主义已经非常非常的少见了。